这位朋友来看一看吧。啊，我们两个是大学的同班同学。在班级她是一个非常温柔、非常话少的一个女孩子。感觉她人挺好的，她比较优秀，长得也挺精神的。她处处都听我的。我从小受的就是那种古代3从4德的教育，我觉得听她的也没什么。可是，在最近不像以前的，处处都听着我的了。我说什么，她都有很多别的意见，都跟我唱反调。太霸道了，太大男子主义了，我有些受不了她这种性格。现在还闹着跟我分手。我问她为什么，她也不回答。她如果再这样的话，我想我们不能在一起了。掌声请出他们吧，掌声有请。男主人公小雨22岁，来自黑龙江，还是一名学生；女主人公毛毛20岁，来自内蒙古，也是一名学生。来，有请两位。我看他们在那个资料里写说你有句这个名言叫“4出头是个秃”，是你说的吗？我觉得吧，就是男女在一起嘛，就应该男的做主，就是男主外女主内嘛。两个人是大学同学对吧？对。你是学校学生会主席是吗？对。风流倜傥、英俊潇洒，追求的人特多是吧？还行。你在学校说是特别默默无闻，一个很文静的女孩是吧？对。她当时追你的时候说你都不相信自己被她追了是吗？对，因为她比较优秀嘛，然后又是学生会的主席。我在班级呢，也就是那种非常文静的女生，然后根本想象不到2个人会在一起。我就喜欢那种乖乖女吧，就是我说什么是什么那种女孩子。在我们班级就发现就是3群5群人在一起聊天啊，她永远是最老实一个，不跟别人疯，不跟别人闹，永远在角落里看书。我喜欢这种稳当的孩子。然后你就追她了？对。用了多久啊？用了1个月。还挺骄傲哈。现在出现什么问题了？我不想和他在一起了。主持人是这样的，他太强势了，他太大男子主义了，他总是他说什么我就得去做什么。以前怎么能受得了，现在你为什么就受不了了呢？那我以前不是认为女生就得3从4德嘛，就得听那个男朋友的，你说什么我就得去做什么。可是我现在不这样认为了。自从我去实习，主持人就那个我们那单位的那同事，有一次她过生日，然后她男朋友就去接她，然后给她送了一大束花，带她去过生日。可她从来都没有过，我认为她根本就不在乎我。她平常都对你有什么要求啊？我听着好像苦大仇深的哈。他做什么的时候我就得跟着，要不然他让我做什么就得做什么。我们俩去吃饭嘛，然后他说吃什么就得吃什么。哎，对了，主持人，就前不久他跟他那个朋友去打篮球，然后他让我给他去送水，然后那天我比较累，我没有去。平常我每次都给他去送了，然后就这一次我没有去送，他就认为我不应该，然后就跟我发脾气，说我不听他话了。然后他事后给我打电话，我以为他给我道歉呢，其实不这样的。他质问我为什么我变了，为什么不听他话了。然后我就跟他说我那是真累了，不是不听他话。他就又跟我发脾气了。后来我就生气，就把他电话给挂了。哎，凭什么要给你送水啊？凭什么要给我送水？对啊，女朋友啊。你自己没手没脚啊？因为我打篮球了吗？不，你打篮球还有人喂你喝水啊？不用啊，那不就完了吗？我以前给他打电话，他就能来给我送水。这次不是累了吗？我生气不是因为他累了，是因为他把我电话撂了。那以前应该怎么办呢？他以前从来不会这样事了。那他应该怎么办呢？他以前就是我打篮球我说你过来送水来，他不但会把我那份水买了，还会把我那个球友什么份水都买了。这样吧，让我在那个球友面前非常有面子。还有就是。我平时在那个我们学校旁边一个服装城做兼职，他问我吃饭没，我就逗了一下，我说没吃饭你给我送来呀，他就颠颠来给我送来了。然后我就这件事吧，其实做的我非常感动，我就感觉就是我就找对人了，我想找的女孩子这种女孩子，就是一个随叫随到的小保姆。我要的不是保姆男人在做的事情我也会做到。那人家过生日你都不那个？过生日那天我是学生会组织一次大型的文艺晚会，那次我是忙忘了。这他都能忙忘了，主持人你知道吗？就我过生日的时候，
我给他打电话，然后他就说他有事儿，然后就挂电话了，然后后来他也没有说什么。还有更气人的是，你都不知道我们俩那个1周年纪念日他都给我忘了，然后他现在跟朋友在外面喝酒。我觉得我跟我自己的朋友、自己的哥们出去玩一下子，有必要跟你解释吗？没必要，这哪有必要啊？但是有一件事我特别好奇，我不理解，我特别想问。他吃海鲜过敏，你知道吗？以前不知道啊。他知道，主任是这样的，他那天我们俩就是去吃火锅，然后他就明知道，然后我就跟他说，然后他说他想吃，我就一起陪他吃，然后结果就回去之后我就过敏了，你都不知道关心我一下，没给我送药，就只是让我自个儿去买，你这根本就是不在乎我。难道我没给你买过药？你记不记得咱俩上大一的时候，那天你晚上发高烧了，我寝室住在3楼。我把我们寝室所有的床单全接在一起了，绑在床上了。我从3楼一直顺下去的，给他买的药给他送上去的。我还怕他们寝室大娘发现，他2楼我给他扔上去了。主任，我跟你说，他这都不是什么。他每次他生病的时候，药我给他买好了，我都给他每天吃几次，每次吃几粒，我都给他写好了。晚上睡觉的时候，我都告诉他多喝水，盖好被子。我觉得他跟我一比，他做那些都微不足道。他只是你当他妈，你累吗，姑娘？我爱他，在乎他，我才那么做的嘛。我就一直不明白是因为什么，他现在变成现在这个样子了。对，以前当儿子当惯了，人都这样。妈不管了，肯定儿子闹意见。他以前不这样式的呀？对呀，就是当妈当惯了嘛，不想当妈了嘛，所以不适应了嘛。他现在不满意的是说，为什么经过了实习之后你就变了？是这意思吧？对。为什么你一实习就变了呀？因为我看到那个实习的时候，那同事人家情侣都是相处的非常和谐，人家男朋友都是宠着女朋友、惯着女朋友的。人家是女朋友想做什么就做什么，而我不是，我是他想做什么，我得陪着他去做什么，他让我做什么我就得去做什么。他这样太霸道了，太大男子主义了，让我接受不了。女性觉醒了，人家是人家，我是我，那能一样吗？你现在都不给我发信息，不给我打电话，你还不说这不是人家吧？这是咱俩的事儿吧？你不给我发也不打也就算了，你竟然就给你那些朋友发信息打电话去关心人家。男朋友女朋友？他的那些同事什么男朋友女朋友都有。如果你很忙的话，为什么你有很多的时间给你那些同性或者异性的朋友打电话发短信，而不是他呢？因为我觉得我跟我朋友在一起，我能学到东西。我的朋友都比我年龄大，不是我的学长，就是在社会有社会经验工作的人。我觉得我现在已经大3了，马上已经面临到那个实习呀，面临到毕业呀，我要找工作。我是学旅游的。我就得跑这些关系，跟他们没事跟打电话问问那个哪儿开新景区了，哪儿需要导游啊，这事你不上赶的，没人上赶着找你的。你现在希望他怎么样？你不分手，姑娘？我觉得他应该就是在乎我一下，关心我一下，他应该顺着我的意思去做，而不是我顺着他的意思去做。作为男朋友嘛，惯着我是应该的。还有主任，就是有一次他给我打电话说，我上你们寝室楼下我等你，然后那个你下来咱俩就吃饭去。我说行，然后我就挂了电话，我就穿衣服穿鞋，然后拿着包我下去了。完了之后他人没了，我就打电话，我说你搁哪儿呢？然后他就说他走了。刚出现的时候我就告诉过你，我说我最讨厌别人迟到。我就是从4楼到我们寝室的1楼，再到他们寝室，他足够从2楼下来了，但他没下来呀，所以我不习惯他。那我不得穿衣服，不得穿鞋吗？你当时怎么就忍受了呢？我当时就认为我应该听他的，可是我现在我不是那么认为了，我应该有我自己的生活，我应该自立自强了，我不应该什么都听他，我不应该什么都靠着男人。作为一个女人，我觉得我要是那样的话，我太失败了。这个世界最可贵的就是觉醒，他觉醒了。你知不知道当初我因为什么喜欢你啊？我喜欢你的时候，我也跟你说过，我说我就想找一个温柔的、听我话的，我说什么是什么的女孩子。可是现在你完全是2个样子了。哎，你们俩为什么一定要对方听对方的呢？商量商量不就完了吗？没多大的事儿啊，小伙子。怎么没多大的事儿呢？主任，我跟你说，他不止强势，不止霸道，还有他那一起工作的同事都是女生，然后男生特别少。他有一个女同事，他俩每次都一起出去吃饭，然后我室友跟我说好几次，我都不相信。然后有一次
他那个一个朋友过生日，然后他们就去了嘛。我事后才知道，他那些朋友都带着女朋友去的，他都没跟我说过。他把他那女同事给带去了，然后我就问他，他也没给我过多的解释。我觉得他是不在乎我了，不爱我了。那次是因为我觉得我把他领去了，他也是难受，我是为他考虑，他跟我朋友肯定聊不到一起去。哦，那你那个女同事可以？我那个女同事跟我那个生日会的朋友，他俩也是好朋友，只不过是搭个伴而已。他俩呢经常出去吃饭，然后他也没有给我解释什么。还有就是他有一个前女友，他俩经常打电话欢喜，这搁谁能受得了啊？我跟你初恋的时候，我是不是说了？我说我跟我的前女友就是好哥们儿，我俩不可能不联系。我也向我就是那帮朋友什么都保证过，我说不管我处什么对象了，我也不可能跟你们这帮哥们儿、这帮朋友什么断了联系。你跟你前女友也有这样的承诺吗？我跟我前女友就是现在就是亲人，特别铁的哥们儿。我有什么就是伤心的、难过的话呀，我解不了问题啊，想找个人商量啊，我都找他。那为什么不是找他呢？对呀，你为什么不是找我呢？我不想让我就是那些难过的事情啊、不开心的事情，我带给他。那你也不能找你的前女友啊，那你让我怎么想啊？开心快乐。他去找他的前女友，我能不吃醋吗？我能开心吗？你说，我就觉得你这不在乎我的感受。现在是你想分手是吧？对。你呢？其实我很喜欢他啊，他像以前那样，就是我说什么是什么，是那么温柔的女孩子啊，我愿意跟他在一起，否则我想考虑考虑啊。你不会再变回去了，对吧？我就觉得他要是他能为我改的话，我就愿意跟他在一起。我就只是想吓唬他而已。我是想。那你也不能就现在把底牌给端了呀，姑娘。那我不是想让他在乎我吗？让他像别的那个男朋友一样，就对自己的女朋友好。我就特别羡慕别人。就怎么着，他都不愿意离开他呗，是这意思吧？那也不是，他要不能改的话，那我也受不了他呀。我是受不了你们俩了。来，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。我觉得这女孩太傻，这个男孩有点嚣张。我不知道你为何有如此张扬的个性，是他惯出来的吗？我从小就这个性格，典型的就是大男子主义，或者说的更直接一些，就是完全是以自我为中心。当你需要他的时候，他无条件的都要配合你。但是当他需要你的时候，你根本不屑配合他，因为你只属于你自己。想想你当时追他的时候，那种降低自己的身段，各种的套近乎，那会儿您不忙吗？在一起了，你现在就各种的繁忙，得到了不知道珍惜。你凭什么就觉得他一定要属于你，完全的属于你个人呢？他有自己的生活，他有自我，你觉得他真是你爱的那个人吗？还是说他是你的一个保姆？你需要他的时候你才能想到他，女方需要什么，男方应该做什么，你都没有去想。他听我话的时候，我是喜欢他的。他凭什么要听你的话呢？我觉得我女朋友你为什么不听他的话呢？我觉得我男人该干什么就干什么，我的女朋友就该听我的话。像你这样的男人，你就该单身。女孩，我觉得你变得有点晚了。即便你心有所属，还要为自己活得更加的精彩。一个完全没有自我的女人，别人会爱你什么呢？爱的仅仅是你的付出。现在就是一个机会，你看到了周边的人是怎么谈恋爱的，你感受到了别人的男朋友是怎么爱自己女朋友的，你应该去追求那样的爱。如果你还爱他，给他一个机会，但有一个条件，让他回到以前，重演他追你的那会儿，而且期限是一辈子，这样你才可以答应跟他在一起。想啊，到底大学是应该谈恋爱呢，还是应该去专注于未来的工作？好像你们两个现在也在面临这样一个问题。对于男孩来讲，你现在想要的是我怎么去在未来要踏入社会那一步，我能够把现在基底给垫好了，那可能未来我的工作更顺利，爱情也就更顺利。可是对于你的女朋友来讲，她可能想的就是我的男朋友陪着我，能够哄我开心，像其他女孩一样，她想要这个，你能给予到她吗？这个我不敢保证，就像他说那样似的，天天跟他在一起，以后一个男人没有事业，也就没有女朋友。也许以前他是用听话来套住你的心，因为你要一个听话的乖巧的女孩，所以他一直在用听话来让你认可到他。他因为听话而 PK 掉了所有的其他非常有能力的女生，而今天
他觉得他的听话没有带给他想要的爱情，所以他现在想要逃离，但是又不敢逃离。对于女孩来讲，最悲哀就在这个地方。你说，如果他能变成我想要的话，我就愿意跟他在一起，因为我以前只是在吓唬他。但是我真的想要让你想清楚，他永远变不成你想要的样子。因为生活当中他的第100位是他的工作，而不是爱情。你想清楚了，再去做决定。好的。来回顾一下男生的过去。当初喜欢他，是因为他总是处在一个僻静的角落，有一份独特的恬静，和周围的一切都不一样。后来的冷漠是因为长此以往的相处之后发现，总是这样的恬静有点乏味。再后来就变成了愤怒，因为这个逆来顺受的小东西居然有一天不听话了，所以我恼羞成怒。而今天在这个舞台上，不是来寻求真爱，是因为这个家伙清晰的知道，再也找不到任何一个女人能够百般的包容他、纵容他，把他当个宝。不是，哼，我根本不想听你说话。你口口声声说自己是个男人，大男子主义。越是成熟的麦穗，越懂得如何去弯腰低头。别的我暂且不多说，你有自己的原因，但是今天在这个舞台上，你可曾有过一点对自己的检讨？有没有？一点都没有。有吗？在这个舞台上来解决问题的，不光要看对方的问题，更多要看自己的问题。你今天可曾有检讨自己的一点问题？有没有？说什么你都找得到理由，那我问你，你是不是个完美无缺的人？在这段感情当中，你有没有问题？有。什么问题？我不像那个别的男生那种在乎他，天天陪着他们。这叫问题吗？这听上去好像对于你来说好像是一种自豪感。这个问题反过来说就是你自以为是。自己家的女人为什么不能好好的疼爱？我跟举个很简单的例子，我在这儿的愤怒不仅只需对你，将来你会有闺女对吧？你会有孩子，如果你也生个这样的女儿，你会百般疼爱。如果你的女儿找到一个像你这样的人，你将心比心，你会有什么样的感受？打篮球给我买水来啊！什么东西给我伺候着？你要是你的闺女，你会这样吗？越是成熟，越要懂得将心比心，想想对方的感受。我不质疑你是否爱他，我相信你是有些爱他的，但是你太幼稚。一个真正成熟的男人是从2点开始。第一，做自我检讨，自己有没有问题，这是成熟的标志。第二，就是懂得如何去爱身边的人，这是2点成熟的标志。你在今天的舞台上完全就是自以为是，没有一点对自己的检讨和对对方的体谅。我也看不到你在这个舞台上有一丝一毫的恳求。和别人的女朋友相比，你的女朋友真是对你太好了。你要是这个女孩子也失去了，到后面哭去了，告诉你几句话：你可以深爱一个男人，但没有必要把一切都搭进去。你可以顺从一个男人，但千万不要把自己的思想也交给他。你要永远相信一句话：对于男人而言，得到有多难，就会有多爱。就这样。我特别讨厌大男子主义的男生。你凭什么骄傲？你连尊重女生的这一点品质都没有，你凭什么谈恋爱？这个女孩，她是因为她喜欢你，她爱你，她才会顺从你。我很少见到我老婆这么生气。你看，我让她先说。我在外面啊，表现的一直像个大男人，回家就是个小丈夫。就是男人在外面要像狮子一样勇猛、刚烈。回家就要变成小绵羊，因为家里不是你逞强好胜的地方。如果家里没有后方好的基地的话，在外面打不胜仗。我在这儿这个场合老说关于大学毕业的时候的事儿哈，老说一句话，说每个大学毕业男生。这个我不接了，今天随便说。我说哈，我忘了。我经常说，每个大学男生毕业的男生背后都会有一个转身离他而去的美丽女孩。很多人都受过这个伤。那个男生是不是学生会主席，是不是很出色，是不是在学校里被大家捧着，一点都不重要，因为到了他社会上，他什么都不是。你毕业的时候，你什么都不是，我们也一样。你想象沿着这条路走下去，就是当你志得意满，想要出去闯江湖的时候，突然发现背后的女孩跟别人跑了，那时候你的骄傲呢？那时候你所谓的大男人的那种自豪感呢？一文不值。
你会痛苦1年、2年、3年，有可能缓不过劲儿来。想避免这个情况发生，回到自己应该有的位置上，你做一个好男朋友，不然的话你根本留不住这个人来。我跟这女孩说2句哈，我非常敬重我的老婆，是因为她从来不跟我大呼小叫，但是她也从来不放弃自己的原则。你想做一个幸福的女人吗？想。那必须做一个自信的女人、自立的女人、自爱的女人。我觉得女孩你必须先学会爱自己，她才有资格爱你。你不能把所有的一切都交出去了，这样的话她会太不珍惜你了。我觉得你很好啊，你干嘛要给她当妈呀？她有吗？行了，领导息怒了。我特别喜欢我们这些老师，是因为我们这些老师真的特别善良，就是你在他们的身上老是能看到父爱和母爱。涂老师那句话捅肺管，你知道吗？都闺女吧，咱们家闺女是这样，我上吊，教育失败呀！你教出这么一个没有自我的女儿来，你怎么回事啊？我们其实有一些歪读和误解。大男人就一定要对小女人那样吗？那不是大男人。好好的爱一个女人不丢人，欺负一个女人才丢人呢。改变一下吧，你的性格会吃亏的，知道吗？为什么那些人就比他重要呢？因为我要实习，不过就是一个提前入职3、4年的一个导游。为什么你见到他的时候就能，师哥、师姐，我们喝酒去吧？哎呀，你为什么跟他们就行，跟他就不行？这叫什么性格呀？年轻时候可能我们都这么过，但是既然来到了这儿，我们就想告诉你，希望在年轻的时候不要再重复去犯这样的错误，会很受伤，伤你自己也伤别人。你琢磨琢磨我说的话吧，想一想怎么面对他。矫枉过正不好哦，要独立哦，爱情不能比哦，每个人的爱情都不一样。接下来的时间就是留给你们自己的时间。来，我们一起进入黄金60秒。其实我是喜欢你的，你对我说的所有事儿，我很感动，我心里都明白。可是最近发现这些事儿吧，让我心里很乱。我也不知道马上毕业了，我也不知道我能何去何从，我也不知道我到底能不能给你带来幸福。我站在你的角度为你想想，你也站在我的角度为我想想，就我们彼此都冷静下来，仔细想想。我觉得你说这些都不重要，最重要的是你应该在乎我，然后考虑我的感受。我不要求那么多，起码过生日的时候你不用送我花，你陪着我就行。你要是还是像以前一样的话，我想我是真的受不了了。如果你会为我改，我还是愿意和你在一起的。让我们彼此都想想，冷静冷静。如果是我的闺女，我就会跟她说，我说孩子，一个人他真的不够爱你的时候，你为什么还要全心全意的把你的爱付出给他呢？那个时候你得到的只有伤害。在这个现场，我从来没听到他说一句他是爱你的，自己考量。来，请回，谢谢两位。各位拿起手里的表决器，如果你是这个女生的话，你的男朋友这样对你，你的选择是赞成，是分开。来，各位请选择。54.55%的现场观众说分开，谁选的不分开啊？因为我看那个男主角跟我爸有点像，我爸也是典型的大男子主义。你爸这么不尊重你妈？也不是不尊重，就是很强势，很强势。我妈什么都得听他的，什么决定他都要自己拿决定，不给我妈做决定的权利。20多年了，现在还是一直过着。来，后面那位戴眼镜的女生，你选择的是什么？我选择的是，不在一起。理由？就是我觉得那个男的也是我讨厌的类型。好，谢谢你哈。接下来就来看看他们自己的选择吧，一起来数5个数，来，5、4、3、2、1，请开门。为什么有人在鼓掌？我们看到有人在成长。
我倒觉得今天的这个小伙子的离开和这个姑娘的离开，更对自己的生活负责任，因为他们清晰之后，选择的是不将就，不媚重。